哎，大家伙儿早喽！2月17号星期五了啊，要周末了。今天是第2个训练日，照例晨跑，空腹晨跑。明天周末了，明天是到这边以后第一个真的没什么事儿的周末。明天没准儿去京都转一圈。已经开始日出了，这2天这边又降温了，但是下周就会好转吧。像昨天那种所谓的长距离，对我来说其实也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长距离。我那么定义它，是因为我看评论区有小伙伴说，和去年北马之前那个30公里的比较，那也没法比，因为那30公里是测试，有充分准备，有补给，而且不是空腹，就一切按照比赛那样来。而昨天那个就是起来喝了杯咖啡就出来跑了。在这2种身体状态下，其实差别挺大的，体感上。后者基本上就是就像我现在的状态，就没什么劲儿，也没有什么太好的状态，因为刚起没多久，这很正常。所以这个饮食和补给对比赛的成绩的影响真的特别重要。我这2天就看地图，就想找合适的跑步路线。之前有小伙伴推荐长居公园啊，还是长居公园啊，不知道怎么发音啊。但是那个离我家有7公里多，也不是不行。哪天去看看？我看航拍图那有2个体育场，不知道是不是开放的。要是真的有在这边生活或者知道的小伙伴，麻烦您告诉我一声，谢谢你。今天就还在老地方绕圈了，看已经开始日出了。行，那咱一会儿聊啊。看日出的大阪城，但是稍微开机晚了一点，已经比较亮了。明天起来训练，训练完剪片子，剪完片子发完就走。今天跟大家聊聊饮食和补给对比赛的影响吧。之前也断断续续聊过。其实饮食是这样，我大多数时候的饮食碳水都比较低，因为我不是专业的运动员。大家看运动员吃的多，或者说碳水比例高，是因为运动员的训练强度、训练量大。就我这个训练强度和训练量，远远赶不上人家。所以到这个年纪，确实要控制一些糖的摄入。我大概是从2018年开始有意的去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这几年身体的感觉就是会比较轻盈，正常生活中啊，不那么的重。那些重不是体重的重啊，就觉得比较的不通透。如果糖吃多了的话，当然，如果您20多岁的小伙子，不用听我这个建议，您就随意。但是对运动表现有什么影响呢？其实是有影响的，不过我身上的反应没有有些小伙伴反馈的那么大。当然，可能也是我习惯了啊。就你们看我现在的训练，包括
强度课的时候都是不吃的，就是早晨，除了要测试，就是体感上你不会觉得更累。就比方说我现在啊，吃与不吃对我来说，我不会觉得更累，只是说可能跑不了那么快。就是同样的力量，比方同样的体感吧，现在我跑这个配速，如果我吃，然后调整按照测试比赛那么做的话，我可能是要快半分钟或者40秒的配速，但体感上差不太多。可是你现在让我再提升半分钟，可以吗？也可以，但是就不是特别愿意。不知道我描述的清楚不清楚？你看，我最后一顿有碳水的餐是昨天的午餐，昨天晚餐就是只有菜里可能有淀粉，或者是所谓的勾芡。今天早上起来什么都没吃，一杯咖啡，没有糖的咖啡啊，就出来了。周末要比赛的小伙伴，补给上再跟大家多说一句，因为不是每一期所有人都看，建议在赛道上这样干：早上出发之前，冲一瓶大概300毫升的糖水。如果你有那种运动饮料的冲剂，就是含糖的那种啊，不是电解质，是以糖为主的，更好。像叫什么充能糖，是不是？冲一瓶，然后呢，从你的家到赛场这段时间，通勤的时间，慢慢给它喝了。就在您存包之前或者入场之前把它喝完就行了，这样你还有充足的时间再去2次卫生间。只有能量胶这样分配，我还是那个建议啊，如果您能接受咖啡因，首选带2个有咖啡因的，然后再带3个没有咖啡因的普通的。开赛前就基本上最后等着发枪仪式的时候吃掉1个普通的，这时候你身上还有4个，对吧？然后只要您不是4小时以外的选手，你想稍微冲击一下的话，我的建议就是8公里左右吃1个，吃第一个，第一个也是吃普通的。然后等到16、17公里，吃1个有咖啡因的，之后25公里左右吃1个普通的，这个时候差不多28公里或者30公里赛会会有，你可以蹭1个，就不用考虑了，就吃了它就行。你要能吃俩都没问题，在30公里左右。然后最后1个有咖啡因的留给33公里左右吃就行了。为什么这么干？就是对我提升特别大的一个补给策略，就是不要等累了再吃。如果你已经觉得疲劳了再吃，就不太好找回来了，因为普通人是很难像运动员那样说，我掉了1公里，我还能再把速度追回来，有难度，或者难度比较大。能量胶这东西挺神奇的，就是大家可以用心去感受自己的身体。也许您平常没有考虑这些，您可以在赛前的训练里试一试，用心去感受您的身体。比方说你空腹出来跑，带1个能量胶，你跑到10几公里的时候吃1个，然后你感受未来的2公里。你越努力去感觉它，就会有特明显的感受。
当然了，也是要心理暗示自己，有时候心理暗示挺有用的。至于电解质呢，其实我的观点是，如果您不是一个特别爱出汗或者是特别热的环境下参赛，电解质最多10公里一个就可以了。至于这个能量胶和盐丸怎么带，我就塞在臂套里。我一般是一个臂套里塞2个，一个塞1个，然后手里拿一个。像有的专业运动员，一般起跑是一个手里拿一个，当然不是顶尖的专业运动员啊，有的专业运动员我听说是这样的。然后后边有自己的单独的补给，那没法比，人家有单独的补给。像有的时候家属能在赛道上给我补给的话，就提前准备一瓶水，这瓶水里呢冲速溶咖啡、糖和盐，然后在水上呢绕着圈粘上一条能量胶，就跟大家看马拉松比赛有专业运动员用的那种方法。这样的话你可以少带一个，就比较轻松。虽然现在说这个对周末的比赛有点晚了，但是对春天的比赛，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就是在比赛前那1个月开始尝试按照比赛节奏补给2次，感受一下自己身体的变化，真的不一样的。或者还有比较便宜的办法能够解决针对每个人的个体差异的问题，就像我之前分享的那个实时血糖，那个挺贵的。第二想便宜呢，就临时去药店买那个血糖试纸，还有那种针，那挺便宜的。你找一操场，你就这样，你就出门前测一个，然后每跑5公里或者8公里，您测一个，您看看变化。然后呢，吃能量胶，吃完能量胶过10分钟您测一个，其实就1到2次。1到2次这种循环，你就可以对自己身体糖的这个在跑步中的应用和消耗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其实我是建议很严肃的跑者，就是想让自己尽量做到自己能做的程度的跑者，可以试试我这个建议。因为每个人对糖的消耗和代谢吸收都不一样，差别挺大的。其实，但是提早补给这个事儿，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并且现在运动员也在这样。很多马拉松选手可能5公里就会吃第1个补给。至于赛道上怎么取水，这不是能就是通过语言教会的，得练。我的经验是，基本上像我比赛的配速取水对我来说挺难的，每一杯只能喝到1小口，因为不光是取，还有往嘴里喝呢。喝的时候好说，就把杯子捏一下，留一个小尖儿的口。取确实挺麻烦，因为杯子摆得太密了，不太好拿。我一般都拿那个桌子最后一个，这样比较安全。像好多国外的比赛会有志愿者，就是端着杯子在路边给你，那就比较简单。至于其他的就没什么了。比赛那天就是尽量吃能量密度高、没有纤维、不占地儿、比较轻的东西就行了。回头再下一期跟大家伙儿聊聊，上厕所这事儿。我今天就打算在这一条路，这条路路况特好，就直线折返。
有的时候跑一跑这个是磨练一下耐心。最近因为比较繁忙，有时候会失去耐心，心理状态不太好。在跑步的时候，就不像原来那么的有动力。加油干，加油干！哎，2月17号星期五清晨7点43训练结束啊。第2个训练日还是一个半程马拉松，1小时34，平均配速4分30，平均心率144，功率225，步频204。今天最后从16公里开始，从16公里的最后一个500米开始冲了3组500米，就是16公里半到17公里，然后之后500米的匀速跑，然后再冲一个500米，然后再一个匀速跑，再冲一个500米，然后就出了公园，上了公路，然后就那时候是18公里匀速回来，就最后这几组冲一冲。就是有2种说法，我还是怎么说呢？一种说法是说，长时间训练，就是比方我跑了一个10几公里了，已经20公里了，最后冲有受伤的风险。但是呢，我还是持另一种观点，就是我觉得，如果你连续的一个强度，这强度不高，比方说中低强度，去跑了一个长距离或者中长距离，最后呢，在可控的范围内冲几组，会对肌肉的疲劳的缓解有帮助，会对肌肉的弹性有帮助。当然了，你就是说一开始那第一组一定要慢慢加速，稍微匀着点，大概率是不会出事儿的。而且说白了，我还是我那观点，普通人真的不太可能把自己因为运动练到一个不可逆的损伤，真的不会。行吧，今天跟大家聊一聊比赛的补给，明天咱们聊聊比赛其他的一些原来我没说过的事儿，好吗？你们看这个桥，这个桥叫末级桥，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末级，就是最末的那个级的意思，但是好歹也是级，是不是？行吧，那今天就这样，还是祝大家能够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周末有比赛的小伙伴呢，一定调时差，然后注意饮食，好吗？今天可以吃一些开始吃一些就是富含纤维的东西，这样这2天的排空会有帮助。行吧，那就这么着，咱们加油干，明儿见。